凡是货币去美元化，最后都会变成废纸。或许你觉得这句话过于极端，但今天的中国正如一艘在风暴中破败的巨轮，暗流涌动。经济数据看似稳定，但暗底之下，财政断裂，地方崩溃，信用瓦解，正如远处的雷声，虽然看不到闪电，但你无法否认暴风雨就在前方。根据官方统计，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万9702亿元，同比仅增长1.3%。其中，税收入17万4972亿元，同比下降3.4%；非税收入则因一次性因素上升25.4%。看似总额略微增加，但深入分析，你会发现其中大部分依靠非常规收入撑腰。一旦这些非常规收入枯竭，整个系统将无法为继。更严重的是，赤字迅速扩大。根据预算草案显示，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定为29万7005亿元，赤字5万6600亿元，比2024年增加1万6000亿元。地方财政尤其雪上加霜，单靠本地收入难以支撑庞大的支出与债务偿还，转移支付、借新债、债务压顶成为常态。在这种高压财政体制下，一名地方财政系统官员向外界透露，其所在省虽然在全国财力前列，但疫情3年里地方财政存量几乎消耗殆尽。他形容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分配为敲骨吸髓式剥削。过去100亿元的财政收入，中央要52亿元，地方得48亿元。如今是5-5开，但地方根本撑不起责任重压。他说，更致命的地方在于，很多地方从今年7月起，地方政府的3保，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项目支出就已开始被挂起垃圾清运、公车维护、公安设备购置等经常性支出被迫暂停。暂停几十个项目，等于政府基本职责都被挂起了。他说，这是地方失能的真实写照。公务员降薪、补贴削减更成普遍现象。据透露，一些地方的公务员从2022年起已被降薪3次，总幅度约25%。可别误以为是减掉基本工资，实际上是把奖金、节庆费、季度奖、考核奖等各种名目削得体无完肤。有官员说，如果一个社会的财政出现问题，那么这个社会就慢慢走向乱。在他们眼里，地方财政危机不是风险，而是已经爆发的现实。76年了。有财务专业人士以专业的视角描绘了一幅血淋淋的吸血轨迹图。他们指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从来没想让所有人都富起来，而是选择性的让官僚集体先富起来。国有企业、关键资源等牢牢掌握在权力核心手里，普通百姓永远在被吸血者的行列。建国初期的大跃进、饥荒、文革是对普通人民的掠夺。改革开放时期，先让一部分人富，而那部分人指的就是与权力系统挂钩的人。国企改革时期，表面上搞国企改革，但仍保留基础能源、通信、煤炭这些核心国企归权力核心控制。近年来，甚至担心底层收入过多，影响统治稳定，于是推行向左政策，强化公共性，弱化市场统治逻辑。这个体制本质上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血吸干。有人说，这其实不是情绪化的批判，而是通过一代代财政制度、权力结构、资源配置不断印证的结论。还有一个典型例子，某镇科创中心负债300亿元，其中真正用于建设的可能只有11亿元，其余大部分流入官员腰包。这类科创中心其实就是做项目捞钱的掩护壳子。类似案子在广州也曾曝光，白云区的湾区智慧园国资科创项目，在80天内匆忙建成7栋楼，却在10来天后被全部拆除。
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手续不全，但背后隐藏的是地方面子工程权钱交易乱象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国曾经的所谓高速增长是以人、以资源、以环境为代价的。现在那套榨干人民最后一滴血的机制正在土崩瓦解，财政吃紧只是表象，信用危机才是深层症状。官方媒体近期极力营造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和活力的说法，但在基层，人们的感知是工厂倒闭、消费萎缩、外来人口返乡，旷野中空荡荡的街道，深夜的灯火稀疏，就是最真实的声息。有地方官员说，当地外来人口很多，工厂倒闭后回流，实体店倒闭，百姓开始缩衣节食，谨慎开支，能不买就不买，能不开支就不开支。路边廉价小吃或许勉强维持，但质量无从保障。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民间已经感受到了经济寒流。他说，更让人担忧的是官员自身的焦虑，多年依附体制，失去专业能力，如果突然失业，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大学生找不到路，中年人更无路可走。据了解，不少公务员已开始打算出路，有人申请出国，有人甚至考虑彻底离开体制。在政治层面，管控更紧了，在微信群里讲经济、聊政策、批评领导，只要表达不满情绪，即便用暗语也可能被约谈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些单位里的网评员，也就是五毛，会监视内部人员言论，谁有反向情绪就上报给领导。有人断言，未来几年有可能压缩基层公务员，削减村干部补贴，把钱投向监控、军事、安全领域，用铁腕手段维稳。人民币迟早会变成废纸。听起来像是一句愤怒的诅咒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，它其实像是一种冷静的预测。在金融圈里，最怕的不是货币贬值，而是信任的崩塌。而今天的中国正陷入一场系统性的信任危机。过去10年，中国财政几乎靠借债续命。据财政部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2季度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40万亿元，其中隐性债务、地方融资平台债被认为至少还有60万亿元。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债务总额可能高达 GDP 的130%至160%，而且这还不包括被层层包装的专项债、平台债、PPP 项目债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债务并非用来创造财富，而是用来偿还旧债。2024年，中国地方政府新增债务中，超过70%被用于偿还旧债，形成了财政史上罕见的借债还债恶性循环。你以为在还债，其实只是挖坑填坑。有官员说，财政问题现在已经不是即将爆发，而是已经爆发。地方政府的现金流枯竭，正迫使无数公务体系自救。有的地方以财政整顿为名压缩人员，有的县城公开宣布财政已无法支付公职人员工资，更多的地区则通过停发奖金推迟发放来掩盖真相。有媒体统计，仅在2024年，全国已有超过70个县市出现财政支付困难，公务员工资延发成常态。财政失血的后果正在渗入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医院的医保报销越来越慢，学校补贴减少，城市环卫停工，公交线路缩减。一切看似微小的变化，其实都在宣告财政机器在断裂。财政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就是货币信用的坍塌。回顾历史，每一次国家尝试脱离美元体系而又缺乏坚实经济支撑时，货币都以废纸告终，委内瑞拉、津巴布韦、阿根廷、俄罗斯无一例外。2024年，中国的 M2 货币供应量突破310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8.6%， 创历史新高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政府正在疯狂印钱来填补财政黑洞。
货币学上有个铁律，当政府开始靠印钞维持运行，崩溃就不是是否的问题，而是何时的问题。有人的警告或许听起来刺耳，但却越来越现实。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银行，有人说那不是安全，而是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银行本身就在财政危机的体系中。2025年初，已有多家中小银行爆出提款困难，部分村镇银行的储户无法取现，保本理财产品接连爆雷，投资者血本无归，房地产信托断裂，民企融资冻结，整个金融体系正在从上到下收缩流动性。当政府违约时，首先被牺牲的永远是普通人。有人建议民众考虑2件事：一、资产多元化，不要把全部资金放在人民币资产上，可分散部分到美元、黄金等避险工具。2、现金优先，存在手里的现金比账面数字更有价值。在全球金融史上，每一次货币危机的到来，穷人总是最先被吞噬。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，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，再到2020年后的疫情债务潮，资本总有退路，而普通人从来没有。如果说以往中国的危机只是经济问题，那么现在财政崩盘就是统治问题。财政是政府的血液，血液枯竭，统治就会发烧。过去的隐性危机正在走向公开化崩塌，各地公务员大规模辞职潮，地方项目停摆，企业倒闭潮扩大，实体经济停滞，消费信心崩溃，人民币走弱，外资出逃，中产阶层财富消散。中国社会正走进一种可怕的循环：没钱、印钱、通胀、信任崩溃，更没钱。2025年10月，人民日报仍在头版喊出经济长期向好，但城市夜色早已不同。地铁广告半数空置，商场打折如常态，求职网站上裁员停薪的帖子堆成山。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，如今不再是暗流，而是刺骨寒意。1989年的苏联，官方也曾宣称财政稳定、社会可控，但2年后货币崩溃，政权垮台。当时苏联卢布对美元从1:1变为1:200，民众手中的积蓄一夜蒸发。今天的中国影子惊人相似，财政赤字，官员失控，社会焦虑，货币失信，内需崩溃。不同的是，苏联崩溃前人们还可以换美元，而中国如今的外汇管制比苏联更严。有人的最后一句话像是警钟，财政危机已经爆发，人民币信用正在塌方。2026年会比2025年更艰难。也许在未来某个清晨，当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还在闪烁，你却发现那些数字已经不再值钱。这不是预言，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中国财政崩盘的征兆，从地方债到货币贬值，从公务员降薪到百姓勒紧裤腰带，都在向一个方向汇聚：信用坍塌。而一个社会最可怕的，不是贫穷，而是当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钱的价值。当权力绑架财政，当人民币失去信任，真正的崩盘才刚刚开始。